這個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太太呢用三星手机其實已經連續用了10幾年了，去年呢才開始使用這個 iPhone 17標準版。我原本以為吧，就是沒有固定的返回按鍵這一個點呀，它很可能很快就受不了了，然後就想換回三星。沒想到呢，他一用就是1整年。我問他後不後悔，他也說不後悔，也暫時就不想換回去了。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影片的最後呢，我也順便來聊一聊吧，是現在入手這個 iPhone 17，還是等 iPhone 18呢？讓我們把這個時間線呢，還要退回到2025年的5月份。當時呢，那個時候它的主力機是 S23 Ultra， 但是已經用了2年多了嘛，那個電池老化的就很明显了。外出一整天呢，根本就不夠用，有時候不帶一個行动電源出门呀，都不敢出门了。尤其是要搭飛機出國旅行的时候呀，那現在這個行動電源帶上飛機又有很多的限制和規定嘛，那一路上呢就得到處找地方充電，真的很麻煩。那這手機其實真的是挺大只的，我太太平常就是喜歡背一個小包，然後一只手機塞進去，基本上包就快被占滿了。那當時呢，我們就在說，那下一支換手機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換一個稍微小一點的，然後手感好一點的。後來看到這個三星的 S25 Edge 發表了嘛，因為又是熟悉的三星，而且又輕又薄，幾乎就沒怎麼猶豫就直接換機了。那這一支剛買回來的時候呢，其實感覺還真的是挺好的，尤其是手感呢是真的没話說，單手拿着呢也不會覺得累，放到包包裡呢也沒有覺得很占位子。但是用了4個月之後呢，那這些問題呢慢慢的也就都出來了。首先啊，就是因為它这個相機區域啊，這個凸起太明顯了。因為它是裸機派嘛，不喜歡裝手機殼。那手機放在桌子上用的時候呀，就好像一個蹺蹺板，就一直搖來搖去的。再一個就是電池續航呢，是真的挺一般的。雖然比那個電池老化的 S23 Ultra 要來得更好，但是和當時主流的 S25 Ultra 相比啊，那個續航是明顯差一個檔次的。你在戶外的時候吧，那這只手機只要一熱呢，這個熒幕呢很快啊就會自動的變暗了。所以在那個太陽下面啊，就經常看不清楚手機上的熒幕。然後熒幕本身其實是夠亮的，只是因為這個高亮度在這個高溫的環境下呀，撐不了多久就變暗了。但問題是這個 Ultra 呢，這個外形又太商務了嘛，就相當於又回到了當初的那個 S23 Ultra 的老路上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到底應該選哪一只手機會更適合我太太呢？這個呢，我們等一下再接着講。那剛才我說到出國搭飛機嘛，那除了手機的電量之外呢，到了當地要怎麼樣上網，也是每次出國都得先準備好的。好，在接下來的內容之前呢，我先介紹一下本期影片的贊助商。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出國呀，已經都開始使用這個 eSIM 了，其實真的是很方便。但是我覺得最容易踩的坑呢，是你買了之後呢，才發現買錯了。你可能以為就是歐洲方案會包含英國，到了以後呢才發現沒有網絡，或者呢怕這個流量不夠，然後就買了一大包，到最後根本就用不完。再如果呢就是你的手機根本就不支持 eSIM， 買了之後也就根本沒辦法用嘛。那我現在出國前呢都會先把這個 Sally eSIM 給它下載好，然後把這個 eSIM 呢也給它裝好。那這2步呢都是免費的。等我的行程確定了之後呢，然後再來選擇一個合適的方案來付款。流量不夠呢，也能夠在這個 APP 裡面直接加值，至少不用就是一次性買一大堆，到最後用不完。即便是真的買錯了呀，就是只要你的 eSIM 還沒有安裝，或者是吧你還沒有啟用的話呢，那購買後的30天之內呢，都是可以申請退款的。Sally最近推出了新的功能，現在可以加購一組+1開頭的美國的電話號碼了。雖然大部分時候呢，我們只要有網絡呢，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了。但你真的碰到必須用電話號碼的時候呢，比如說要直接接打電話呀、發個簡訊呀，或者收一個什麼驗證碼一類的，那Sally呢至少就給你一個備用的選項嘛，你不用出發前就買這個電話號碼了。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呢，隨時到這個 APP 裡面加購一組美國+1的號碼就好了。那掃描我們畫面上的 QR code 或者點擊下面的鏈接來下載吧。首次購買的時候呢，你再輸入一個優惠碼 PTRSUN， 還可以再拿到85折的優惠哦。然後這個時間線呢，就來到了2025年的9月份了。我手上剛好有 iPhone 17和 iPhone 17 Pro Max 2只長側的手機嘛。然後17的標準版就是它其實也是蠻輕的、蠻薄的，沒有 Edge 那麼誇張了，但是手感呢其實還是不錯的。單手握持的話，那個17 Pro Max 呢，雖然整體的規格是更強的，但是對於它的那個小包來說呀，就是還是有點太大了。所以我就問他，你要不要試試看這個 iPhone 17？不習慣你就再換回來就好了嘛。
那話說這個 iPhone 17的標準版，現在我們反過頭來去想想呀，真的其實是挺划算的，在硬體規格方面。你看它这個螢幕是6.3寸的，然後不大不小，刚剛好夠用，而且這一代還剛好加入了120赫茲的 ProMotion。它之前2只三星手機都是120赫茲嘛，那所以現在要退回去60赫茲呢，肯定是会不適應的。还有就是起步呀，就給到了256GB 的存儲，那基本上日常用呢也都夠用了。唯一需要妥協的就是它沒有一顆獨立的長焦鏡頭。不過我太太平常其實很少就是說拍遠處的什麼地方，那更常呢就是在室內呀，或者是跟大家在一起合照的時候呀。所以這個4800萬像素的超廣角來說呢，對它來說是更實用的。自拍鏡頭呢，這次也升級到了1800萬像素嘛，跟17 Pro 系列啊，其實用的是同一顆。那平常如果在外邊想要補個妝呢，也可以拿出來當個鏡子用嘛。想自拍放到 FB 或者 IG 上呢，也都用得上。所以說，自拍鏡頭和超廣角這2顆呀，才是它平常真正會用到的升級。電池續航呢也算是夠用的，雖然你沒辦法和這個17 Pro Max 相比了，但是比 S25 Edge 呢肯定還是要來的更好的。所以我當時吧，就是也是抱着試試看的心態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接受這個 iPhone 17的硬體的規格了。沒想到過去的1年多了，我沒有聽到它就是說硬體方面有什麼不夠用的。那看來這支17標準版啊，硬體的規格呀，真的是給夠了。硬體這一關算是過了，那軟體又怎麼樣呢？話說呀，我太太呀，其實並不是第一次用這個 iPhone。其實，在2010年的時候，就是 iPhone 4上市的那個年代啊，剛上市沒多久，那個時候在台灣其實非常的搶手嘛。然後中華電信啊拿到的貨根本就不夠分，然後一間門市可能就只分到幾隻手機。我太太去的呢是那個內湖的門市了，每天呢就只有3隻手機。第一天去，他早上6點去，都沒排上隊。第二天呢，乾脆就4、5點就去排隊了，就排在了第2位，才終於呢就排到了一隻 iPhone 4。那時候的那個 iPhone 呢，都有一個特點，這個老的果粉嘛，可能都知道，就是很多操作呀，你都繞不開這個 iTunes， 照片不知道該怎麼傳，然後呢，軟體呢又會同步一些他不想要的內容，資料放在哪裡呢，他也搞不清楚，就是用起來是滿滿的挫敗感，感覺這個 iPhone 就特別的封閉，太難用了。後來呢，他一個好朋友又跟他說，就是自己這個 iPhone 同步資料失敗了，結果整個資料就全都沒了。那從此以後呢，我太太呀，乾脆啊就把這個智慧手機當成普通手機去用了，只拿來打電話、傳簡訊。之後呢，再換手機就再也不敢用這個 iPhone 了。就這樣一路就10幾年都在用這個安卓機。那15年前 iPhone 不好用，為什麼這次換機就可以了呢？我認為最關鍵的一個變化呀，就是這個 iTunes 呢，現在變成了 iCloud 了。以前你這個照片啊、聯絡人吶、音樂想要同步的話呢，你就得接上電腦，然後還得插條線，然後在 iTunes 裡面慢慢的找怎麼弄。現在你的照片、備忘錄、聯絡人呢，就放着自己不動呀，它就自動同步到 iCloud 的雲端了。再一個就是檔案 APP 的出現，你的雲端硬碟呀，或者外接的隨身碟裡的文件呢，現在直接就能夠打開找到了嘛。雖然今天的這個 iOS 呀還是有一些限制的，你也沒辦法跟那個安卓機的開放性去比，可是跟當年的 iPhone 4相比呀，已經好太多了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太太還有一台 iPad， 其實在她換 iPhone 之前呢，已經用那個 M2 iPad Pro 用了一段時間了。雖然 iPad 加上一支安卓機這樣用呢也是能用了，但是用久了之後呢，這個割裂感呢就一直在累積。比如說吧，你在手機上看到一個東西，然后想在這個 iPad 上面繼續查找嘛，繼續搜尋，你就還得想半天，我怎麼能夠把這個東西傳給 iPad 呢？但是如果你換成 iPhone 之後呢，你就直接在手機上複製，然後拿起 iPad 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，不用開個 Line 傳給自己，也不用再開什麼其他的第三方的 APP。還有就是備忘錄啊、行事曆啊，也都會自己都同步好嘛。再加上後來它還有這個 AirPods Pro 3，耳機在這個 iPhone 和 iPad 之間呢，也能夠自動的切換。那這些東西呢，其實我們蘋果生態的老用戶呢，早就已經習慣了。但是對於一個用 iPad 加上安卓機的人來說呀，全套都換成 Apple 之後呀，就會有一種對嘛，這個才是真正的方便，就是這種感覺。而且 iPhone 的品質呢，其實一直都是比較穩定的。這1年多過去了，沒有發現明顯的手機變燙、訊號不穩。那用了1年到現在，感覺還是蠻順的。那當然了，如果是拍照、拍人物的話呢，他還是更懷念當初的那個 S23 Ultra 或者是 S25 Edge。只有拍風景的時候呀，他會比較喜歡這個 iPhone 17。
所以他決定繼續使用這個 iPhone， 並不是因為 iPhone 每一項都是更好的，那這也不是一個什麼 Apple 全面戰勝三星的故事，只是整套裝飾加在一起來用的話呢，這個日常使用的真的是有夠方便的。當然方便是方便了，但是其實有幾個地方呢，讓他會感覺很困擾。那換機的第一周就是返回的手勢啊，還有就是通知的管理啊，還有主畫面的這個排列呀，檔案連接電腦怎麼找啊，還有就是銀行的 APP 也需要重新去設定嘛。那每一項呢，其實都在消耗耐心，而且就是有的安卓 APP 的記錄呀，它沒辦法同步到iOS 這邊，而且手錶和耳機呀也得全套換成 Apple 的才行。那幾天呢，他其實一直很掙扎、很猶豫，就是要不要把那個 S25 Edge 拿回來繼續用算了。再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呀，就是長截圖了，這個就很經典了。三星比如說吧，在 Line 裡面呢是可以直接往下截整段的对話的，然后 iPhone 呢原生的這個長截圖呀，它就只支援 Safari 和 Mail 這些 APP。那你如果放到 Line 裡面呀，就不行了。你想要完整的長截圖，還得找一个什麼第三方的 APP 把它拼起來才行。還有一個讓他很困擾的，就是打完一整段文字以後吧，比如說回頭想回去改一個字，或者呢就是中間幾個地方呢想要給它選起來複製嘛。比如說重新思考，就這4個字吧。在三星上面呀，你可以把游標直接一點就放在思和考的中間了，那直接點一下就可以了，沒有任何多餘的操作。但是換到 iPhone 這邊呢，這個游標啊就常常會跳到整個詞的前面或者是後面。你想塞進2個字中間呢，你就得按住文字，然後慢慢的去拖，或者是按住那個就是長按空格鍵啊，然後把這個鍵盤當成一個觸控板，再慢慢的移過去。這個方法呢，他其實已經學會了，可是每一次改字呢都要多做一步。那到現在呢，他還是覺得三星是比較快、比較好用的。總的來說吧，現在用了1年多以後呢，他不後悔當初換成 iPhone 17，因為跨裝置帶來的這些便利性呀，足以讓他就是接受那些限制了。但是他也沒有變成一個徹底的果粉。那下一次換機，如果有什麼就是更喜歡或者更好用的安卓機，他還是會考慮的。那如果沒有的話呢，他大概率可能還是會繼續用 iPhone 吧。那不過說到這邊呢，就是我還想補一句，你看他現在這個 iPhone 啊、AirPods 還有什麼 Apple Watch、iPad 已經全都配齊了嘛。那如果下一台筆電也配成這個 MacBook 的話呢，我覺得他想要跳出去是真的很難了。好，最後我們來快速的回答一下，就是一開始提到那個問題吧。那現在到底要不要等這個 iPhone 18呢？那我這邊就直接給結論，如果你今年不考慮18 Pro， 然後也不考慮折疊機，那我建議你就不要再等了，就直接買這個 iPhone 17就可以了。因為按照目前的多方的消息吧，今年9月份大概率是不會有 iPhone 18標準版的，最快要等到明年的3月份可能才會有。再一個就是價格了，現在有分析師就認為這個18 Pro 發表的時候不只是新機可能會漲價，就順帶着連現有的 iPhone 17也有可能跟着漲價。那 iPhone 18標準版會有什麼新的升級呢？按照目前供應鏈分析師郭明奇的說法吧，就是外觀呢大致還是會維持現在的設計，然後晶片會換成一個 A20， 然後記憶體呢會增加到9GB， 比現在這個17其實只多了1GB。可是放到我太太這1年的使用體驗上呢，這個17的效能其實已經完全夠用了。那這些升級呢，我認為不值得你冒着漲價的風險去再多等個半年。那如果你的預算呢，也就是$800左右，那在台灣這邊呢，大概就是3萬台幣不到的樣子吧。現在 Apple 的官網17標準版售價仍然是29900台幣，跟發布的時候價格是一樣的，沒有漲價。所以你就可以在發表會之前呢，先用目前的價格呢給它買下來。我認為呢是比較保守的一個做法了。今天的發表會目前最有可能的會落在9月8號或者是9月9號。那到時候呢，我一樣會開一個直播跟大家一起來看。而且9月份呢，我們頻道一定還會有一個抽獎的活動，詳細的說明呢，我之後再跟大家說。那感興趣的朋友現在就先訂閱起來吧。謝謝大家，那就讓我們下一次再見了。